刷冰，反复练习，只为展现最佳状态。和选手们团队合作，展现意志。冰石湖国家代表队选拔赛准备上场，一起为选手加油！冰上对垒一直乾坤，虽然呢，台湾位处在这个亚热带的气候，在冰雪运动上面呢是比较罕见的。不过在5月27、28连续2天，在台北小巨蛋2楼的冰上乐园，有一群冰壶的选手，他们正在努力的展现自己的表现，来争取中华民国冰石壶协会114年国家代表队选拔赛啊，希望能入选这个资格，然后有为国争光的表现。好，回到下午的转播现场，依旧是由我董静乔搭档的是中华民国冰石壶协会的教练及裁判庄嘉文教练，和我们带来下午赛的讲评。庄教练，下午好。下午好。啊，我们刚才在上午的比赛哦，看完这个女子的较量之后，下午回来是一组公开男子组，由这个新竹 Curling 对上台山队哦。我们待会就用这个新竹队来简称他们好了。今年这个公开男子组也是3队来争夺嘛？对，是的，是的。而且台山这一次兵强马壮，公开男子组、公开女子组以及混双都有派出代表。是，对。好，穿着这个白黄色球衣以及执黄色壶的就是台山队。现在是第2棒的陈汉，其实今天这2天在这个冰宫这边哦，气温蛮低的，然后选手当然热身没问题哦，但是在场边，在比如说非比赛时期哦，还是要保持身体的这个温度，对，做好保暖哦，不要让自己僵硬，然后甚至要避免这个可能感冒的情况。是我们庄老师这个下午就开始佩戴起口罩，也是有一些流鼻水。因为我刚刚看你一直在这个冰上里面跟选手做一些谈话。对，我是执行裁判，所以是跟裁判的部分做一些沟通，这样。对。新竹队2位刷冰手啊，站得非常的紧密哈，奋力的刷冰。5月的下旬呢，真的是冰壶运动很热闹的阶段，因为在上个周末我们才刚举办完了红道杯，然后希望让不少的选手以赛代训的方式哦。然后在这2天选拔赛能够对于小巨蛋2楼这个冰况展现得更好。好，这边打了一个碰撞，现在把自己的壶队送到了大本营里面。哇，好大的撞击声！好，也是成功的攻击，把台山队的一颗部署在防御区的的壶给清除掉，所以他们现在虽然有一颗在大本营，但是就有点孤立无援的感觉哈，因为前方也没有任何的障碍，随时有可能被破坏掉。好，
现在轮到哲伦，对哲伦副队长担任第3棒。哇，这一直稍微可惜了一点哈，速度在后面刹车不下来，所以虽然路线是有右绕的这个出现啊，但可惜没有办法留在大本营。啊，新竹队的队长志伟，看他喊起话来中气十足，对。但第3棒的是玉红，对玉红。玉红也是对于这个台湾在冰壶的推广各方面也是非常的有热忱，对热忱不遗余力是这个新竹县冰壶协会就是由他在成立的，也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冰石壶协会的秘书长，是没错。所以其实刚跟选手们在利用空闲时间也聊了一下，其实大家很多都是透过曾经在冰宫工作，或者是曾经从事过不管是曲棍球还是溜冰的这层关系然后接触到这个圈子。对，没有错。因为事实上一开始的部分，其实大概就是还是从冰上的活动这边去。先找到比较适合的人来 join 这个新的一个运动，对，然后再进行到慢慢的一直在培养之后再推广。那现在大概就是比较开放性的全面，其实只要你有兴趣，你都可以来 join 这个运动。那就是还是要从官方的一个网站上面去了解到他什么时候有哪一些活动这样子。其实有不少选手也是当年透过我们协会举办的，不管是初阶还是进阶的体验活动进而爱上这项运动。是，好，看一下玉红的第2值，他刚才第1值非常的有 power， 虽然是把自己的几壶给清除掉，但是也把台山队的那一颗给打出了大本营。是，对，现在在镜头这个大本营大概6点钟位置的后方那一颗应该已经是 outside 了对，但是没有被清除掉。但是还没有，他还没有超过 ban line， 所以他还可以保持在那边。作为一个底角，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利用那个底角的反作用力，看是就是把它 hold 住，它可能就是在那个蓝圈的部分，它可能它可以作为一个保护的基石，但是能利用的几率就比较小一点。好，我们看到了台山队的教练兼队长，挺力选手，他现在因为刚才都在大本营做战术的下达，对，现在要换他来出马了。林挺力也算是我们台湾这个冰石壶运动很资深的推广者。对。这个台山队这个品牌也是由他一手成立的。在2019年创立他们抱怀着一个明确的愿景，就是要提升台湾冰石壶运动的水准。对。然后当然就是体力教练这边，也就是很积极的培养台湾本土的选手，所以他一直回来，就是其实体力教练是在国外，对，所以但是他常常会回来，就是跟国内的选手做一些指导或者是一些 training 这样子。哇！轻
暂停点水式的 case 一下。哦，看起来英赛哈，虽然都在蓝圈的边缘，但是都勉强有沾到。对，而且距离很远哈。对，不过也还不能大意啊，因为 Hammer 是握在台山队这边。Hammer 应该是在那个吧。好，现在最后的关键哈，后面的几壶大家讨论起来都会比较久。是。好，更正一下，现在我们的第一局的 Hammer 是握在新竹队的手上，所以他们有最后一局的后攻机会。所以目前的局势看起来对新竹是有利的。那林挺力选手的这一局就至关重要了。可能就会奠定双方第一局的结果。好，往中线送，碰除了之后，哇，2颗都清除掉，但是因为那一颗红狐刚才在前方做防守，所以现在新竹还有左边这一颗，勉强站在这个9点钟位置上的而且他们的 Hammer 有非常大的机会再送进去。哇，偏右了。好，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靠着9点钟这个粘在蓝色圈的大本营的这一分哦，双方的第一回合首开纪录的是新竹队。是。庄教练对于这两队的选手啊，都有一定的了解度跟他们的水准。你觉得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的走向，你怎么来解读？其实两边其实都是很希望进到看抢分的部分，其实当然双方都很积极。对，虽然那大家其实也都是很认真的在打这一局。那但是就是有可能在冰况上面，或者是在旋转的角度上面，可能在第一局上面来讲，确实会比较没有把精准度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完全掌握到，所以他们可能大家都还是会再摸索一下。对，还处于在适应冰况的这个暖机状态哈。尤其刚才在上午的女子组比完之后，其实我们的制冰师也是有在现场，在这个赛道上来洒水珠哈。对。新竹的第一投很不错哦，直接送到大本营，而且是蛮居中的一个防守位置。这一壶的可利用率就蛮高的，不管是之后用碰触的往红圈来做更进一步的进攻，还是作为防守，都还蛮好用。台山队第一棒侯以乐，目前在日本就读研究所的年轻选手。哦，这个
投出了一个 peel 哈，对，把对方的弧带出去之外，自己的弧也出去了，是。这弧是一个逆时针的旋转，所以轨迹是偏左哈，稍微带一点左旋。回了第2局。就做了一个 set up， 当做防守的路线。看新竹这边第2棒的浩松，哇，也做了一个防守，现在双方都把前面给封住了哈，来增加一些难度哈。好，这个教练下达的指令是要大力一点，大力哈。好，那就陈汉。陈汉是左手放弧的选，哇哦，哇，可惜贴着边边插过去了。这其实还蛮考验团员之间的默契哈，隔了那么远的距离。对，但是这个就是大概就是队长的指挥的，大家会看那个队长指挥的刷子的部分去指方向，然后力量的部分有一些是会用手势，或者是他会跟着他讲要到哪里，然后再碰撞或者是其他。好，两队连续的2支都是稍微可惜了一点，从这一颗红色弧的2边给滑过去了，然后最后都出了界。但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完成碰撞没有问题，打定。所以双方一直在争这个点哈，互相在这个点不断的换掉对方的弧，然后把自己的弧定在那个位置，或者是希望说定完之后他的可以再进去。好，没有问题。所以当队长指挥下 take out 的部分的话，通常选手会稍微再大力一点点。好，现在防御石几乎都集中在右侧哈，左半边是空的。这样对于擅长
丢左半的选手，就是他们可以发挥的时机了。哇，泽伦这一直还是大力了。有，他们刚才看到还有跟侯宇乐做一下，对，因为刷兵手在旁边刷，然后也在观察那个速度哈，其实他可以反馈给投掷者，是没错，哪一些细微上的修正。这个新竹队算是充满了这个为人师表的气息哦。这个队伍中有3位都是从事这个老师对教育工作者。然后另外一位浩松，他是这个做餐饮的，对，开火锅店。这样一整天大家在冰上练习完，去吃个火锅也是还不错。好，看一下副队长泽伦，感觉这一颗力道还是大，但是有没有办法碰到？也没有办法碰到。所以这几球他都投的比较大力，在轨迹上还有蛮多的修正空间。好，目前大本营只有一颗红湖孤零零的，对，在蓝环的位置，所以都还有机会。第4棒出马，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是逆时针在转，所以路线偏左，但是有办法削到，有，不错蛮理想的。在蓝圈多加了1壶的伙伴，现在有2壶在手。好，台山这边要来做攻击了，看一下挺力教练刚才观察完后，不放心，自己再回来观察一下，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谨慎。拥有冰壶资历超过20年的他是在这个学生时期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接触到了这项运动，然后进而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台湾其实还没有那么多，对，所以他也是在国外结合这些有华侨背景的选手们然后慢慢的把这股力量凝聚起来，所以其实蛮多选手也讲说这一次可以办在小巨蛋，对，然后这个场地大家这样冰壶圈子齐聚一堂，当然除了是羽球会有之外，也是很难得这个台湾冰壶圈一次等于一期一会的一个大家的一个交流，这是蛮难得的。这个是真的是很难得，因为之前的选拔几乎都是在国外选拔，对，没错。对，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在台湾选拔，是，对，所以台湾的选手也刚好可以跟海外的选手回来做一点交流，这个是让台湾的在地的选手其实也获得很好的一些经验。是的。而且又是在台北非常有指标性的这个体育场馆我们台北小巨蛋的冰宫。我今天进来的时候，旁边也是很多观众在进进出出，因为正在举办这个世壮运，对，所以其实5月份在比羽球对，所以5月份的双北真的是充满这个体育的气息，
蛮多选手也都是当年看了冬奥的冰石湖转播项目之后，进而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然后进而体验，然后并且是爱上、深耕经营这样子。是，好，进到自由防守区，想努力刷一下，但是后面的动能偏少，但是做了一个防御也蛮好的。是，对。那就看台山的最后一直了。当然，因为这2颗都在蓝圈啊，所以他只要能送到蓝圈之内，他就可以靠着1分来截胡抢走。但是因为在前面他的防守球上面确实已经有蛮密集的，对，所以可能要思考一下。你看，都是红色的胡，所以如果要撞右侧的那个黄胡，难度也很高。确实这一局新竹队的整个布局是很理想的。大本营有2颗之外，他们在前方的自由防守区还有3颗啊。那么就考验台山的基本功了。几个几种选择，一就是绕过重重障碍，直接送到更近的距离；第二个就是撞击自己的黄胡，做一个弹射进去；第三个就是打一个高难度的 double， 把这2颗全部都清掉。我们来看一下体力教练会怎么选择跟怎么来执行这球送出去看起来是蛮有力道的。哇，结果没有办法插到，直直的出去了。好，那么这样子新竹就靠着那2球在蓝圈的部位在这一回合再加2分，目前是开赛前2局取得了3-0的领先哦。看来果然这一次是有备而来包含在上个礼拜6日结束的红道杯，他们也是大丰收啊。新竹县冰壶协会在前2天的红道杯是拿下了混合组包办了前4名，男子组获得了金牌，然后女子组比较可惜是1胜2败，没有办法晋级但是我相信这个礼拜参加了红道杯，然后再来参加国手选拔赛，是对于比较新进选手，对于那个经验值的累积吃了一个大补。对，尤其是这么多这个海外选手可以回来，然后直接交流在现场啊，直接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啊，一些细节方面都是很好的一次经验。好，即将展开第3局。因为新竹队的连续得分，所以他们继续来担任先手 ，Non-Hammer 先发。目前看起来确实是风城代表，这个对于低赛道目前的冰况掌握度再好一些。是，可以投到想要的位置之外一些布局上面也都战术执行力蛮高的，比较精准。对。浩松在这个冰面上还可以穿短袖，我是觉得身体素质是蛮好。我刚才没有在冰宫里面，我光在旁边的这个走道，我都觉得有点冷。对啊。果然这个怕热就不要进厨房开火锅店的就这个热度比较高。好，后一乐这一球投出，他是师大毕业的，目前在竹波大学读研究所，也是名校他也蛮妙的，刚刚在利用一些时间跟他聊，他其实接触冰壶是在日本先接触的，他是在日本先对，然后反而再回到台湾找同好，对。我如果印象都没错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去日本
交换学生的时候在那边对，接触到是，对。他说当时他交换学生的时候，好像在附近邻近的一所学校，对，不是他的学校，是其他的学校有在办这个冰壶的体验，他就去体验了，然后觉得还不错，这样对。所以其实他说他现在在日本都还是有持续在打，对，在日本也是有蛮多同好的。我们现在新竹队的部分，他们几乎也是每一年几乎都会去日本做对一地训练，对。因为其实大家各行各业要这个一训找时间聚在一起也不容易。是。对，我刚才问了一下，大部分尽量都是保持，希望1年1次啦。但这个新竹男团他们是1年有2次哦，代表他们在时间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比较可以允许这样子。然后现在的一训也主要是以日韩为主，对。哇，你看陈汉刷得很用力这个角度就很明显，把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刷子上，对。好，黄山台山队这一球不错在自己的大本营这一颗前面帮他做了一个防守。好，把防守石给破坏掉。田径教练指示希望再送一颗到左边的位置。第2棒林承翰。不刷，选择好进去开始刷，看可不可以轻轻擦一下，哇哦，不错，这颗很理想，但因为这2壶靠的距离挺近的，也是有几率一次被清掉。哇，现场的加油声此起彼落，收音挺好的。好，看这一球可不可以造成希望的破坏力应该有。来，哇，结果一弹 ，OK， 清掉一颗，清掉一颗。看一下重播刚才应该是设定想要先击前面那一个，对，但是到路径上还是一点点差距，不过不错，至少先 take out 掉一个。好。结果这一球是，哇，把它打散。男子选手讲话比较大声所以他们这样直接喊，我们都可以听到他们想要表达什么。对。
好，队长指令阿娇准备哈，应该是就是刷冰，对，刷冰的位置哈，要用力出力刷，好打一个 kiss， 但是非常的用力哈，所以一颗换一颗了，对，对，定杆了，对。好，看一下哲伦可不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手劲哈。刚才前一回合他的投掷都比较用力，哎呦，轻轻的飘过去了，能停住吗？能停住吗？还是对，还是滑出去了。但是路径还蛮刁钻的哈，就从那个小缝，对，两个弧之间，对，这个。冰球术语 through a port， 等于是中洞开门哈，从中间穿过去。如果留住的话，就是一颗 nice play 了。哇，这颗投的很快呢，会打到红色。哇，可惜飘的路径哈，没有设定好，把自己的一颗防守石给清出去。但这样子的话，不见得是坏事。对啦，因为右边的门户就大开了，是。那对于双方来说，就更有机会跟变局。嗯。台山目前因为有胡在大本营哦，就有点像这个棒球垒包上有人的机会，所以他们现在要持续看可不可以在垒包上多堆一点人，但这个人留不住了，跑过头了。好，关键的第4棒要来了，第4棒的对决就会，通常都是这个比较资深、比较有经验的选手来担任，准度对，会比较高，因为就是很关键了，对，决胜的2弧了。那这个时候就会由副队长来担任战术下达，对，然后队长回去来完成投掷，看一下用力刷，想把这个破坏掉，看一下它的撞击效果如何，结果更往中心撞了。不过因为其实刚刚大本营也只有1颗黄弧啦，所以远近其实就都一样，对对，都一样。那就是有了这个布局，当然对于后面剩下3颗还是有操作的空间。那在自由防守区现在是2黄1红，但因为距离大本营都是比较远一点的，对，稍微远一点的这种远端的 guard。好，台山这一球看起来是会撞到红色，轻微碰到。轻微碰到之后，留在了大本营外。很明显哦，他想把他送在左边。对，然后志伟有说他们后攻哦，就是也是怕被清掉，但是因
玉红认为，如果位置够刁钻，是有机会的。因为对红队来讲的话，其实对新竹来讲，他这一颗一进去，他放在 center 的地方，他其实是才有办法赢黄色。是，对。那他现在连这一分如果都不放进去的时候，他可能他连逆转的机会都没有。对，所以我这球必须要得分，看起来蛮理想的，有机会把这颗球送出去。好，那就现在大本营就空了哦。那就看黄山能不能直接丢一颗进来了啊、因为已经门户大开了啊。虽然前方有一些障碍弧，但是这个看起来空间应该是够大的。好了，这是一颗空档的3分球哈，看可不可以把它投进了。目前路线看上去非常的理想，沿着这个中线再走，稍微有一点带左，但是应该还 OK。哇哇哇哇哇哇！出去了，可惜啊，哇，所以刷冰哈也是可以左右战局的。刚才那个路线其实是理想的哈。好，那么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一个 blank end， 就是这一轮呢双方都没有得分的一个空局了。如果当比数0-0的时候，他下一个 round 的话，就是会是跟刚刚的先后顺序是一样的，是。所以换句话说，就会是台山队继续握有 hammer 的机会哦。是。因为这一局双方在清对方大本营的弧的执行度都蛮高的，对，所以其实，在大本营并没有留到太多弧哈，最后就导致了这个空局的结果。最后一直挺力教练的那一直稍微可惜了一点，所以双方8局的较量哈，现在也要迈入到一半了，第4局了。那台山当然要希望快点分数要有一些开张会比较好，是，心态上会稍微稳定一些。哇，志伟，他们可能只要刷进去就可以了。没错，这个 set up 蛮好的，留在右边。看起来会撞到哦，有可能会刻进一点。看一下，往左旋撞到一些。调整好平衡跟手感，顺势的把冰壶给送出去。刚的情况是
我刚刚没有看到一个这个状况有可能是说，是不是有踢到或者是感觉是有碰触到，对对对，那这个是一个违例，对，所以这一球就直接不算了，对，那就是一个失效，对，失效球。然后如果有不小心碰到黄色的球，他就必须要再复回。我刚刚看选手的动作应该是这样，只是我们刚刚透过转播，我是没有看到可能在刷冰手是什么问题，对对对，就是一个是有可能是冰刷到球，或者是说。球员的脚去碰到球，对对对，但是因为刚刚那个角度，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通常这种情况在场上是会有裁判在做这样的一个执行。基本上，冰壶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因为它是非常绅士的一个运动，所以他们会在自我犯规的时候会自动拿开。对对对，仰赖选手的这个自觉性。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到基本上裁判是站在旁边，然后学员，所以你会看到，好像还没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就已经他们就已经处理完了。对对，除非是真的双方有争议的情况，裁判在做介入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刷冰手专注度要很够是，你看你要随时跟着球走，然后碰击之后产生那个瞬间的不规则，你也是要去避开，你要立刻去避开它。对，其实还挺累的。所以场上的运动选手是要非常专注，没错。好，给了陈汉指示哈。哇，送出去的时候，我看他的表情做了变化，路线比较偏，但可能会撞到红色。对，有撞，但是没有撞到设定的那一颗。所以目前大本营有2颗，但在距离上，如果这2颗比的话，是新竹的那一颗。比较靠近圆心的，是。而且因为台山的那一颗是比较偏后的位置，利用率不高，那一颗比较难再去做碰触去改变它的位置，因为作用力的关系。是，哇，鞋套掉了，清除一下。那刚才这一直就直接出去了，没有造成任何状况的改变。台山现在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设定，他们要攻他们这个远端的防守球，对。那有几个想法，撞击之后把这颗防守球送到大本营，或者是利用他的撞击去破坏掉新竹这一颗红色，对，12点钟的位置。是要往后直接把它，哇，角度散得比较开，所以新竹现在想要做一个防守球在得分，对他想要保这一颗哈。好，看志伟下达完战术。好，戴玉红这一直直出，看起来路径蛮理想的。好，一个再把自己轻往内送一点，对，一个轻 case。好，稍微把它送到白圈之外啊，还躲在这个黄湖的后面。好，那么当然就是要做一个
撞击球的攻势了。对，哲伦这一球送的蛮有力道的，需要一些撞击后的尾劲。有完成撞击，但是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结果。因为那一颗撞击的球的对角度还是偏一些。现场也有协会的成员。其实协会在5月份为了红道杯跟国手选拔赛，其实大家也是蛮忙的哈，协调啦。各个场地的状况啊，还有很多的行政事务啊，都是需要办理的。也是冰石湖圈子这个一年之中大事，对盛事。大家忙完这一波哈，就可以开心吃粽子过端午节了。不要瞎刷，讲的全场都听到了。好，不要！两位刷冰手想去刷，但是刷冰手会想要把它送远一点，但是我们刚看到队长非常坚定，就叫他不要下。他希望他可能是把它做防守的放在 house 前面。目前看起来是有啦，对。这一轮做给哲伦的任务都是做破坏哈，对，但是也都是比较有难度的破坏，不是直接用自己的弧去做碰击，而是要有一个 case。哇哦，漂亮！这一次他做到了一个 double take out。你看这样战局瞬间又变化了哈，现在留在大本营的又变成台山队的底角这一颗。所以有时候底角的部分就会成关键的。没错，因为那个位置不是说不能处理，但是你就要通常都是要做一个比较直接的进攻去破坏它，你比较难利用撞击去顺便处理它，因为它的角度比较开。所以现在新竹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往这个位置送。如果能够送的比台山更近，那很好，他的这个潜在得分球就更近一点。那如果留不住，可是能够顺便破坏掉，那也不亏。是，对。好，结果设定的路线是偏左一点，但也破坏掉了啦。但是破坏掉了前面的，所以台山的那一颗躲在边边角角的，现在还安全在那个位置。那台山就是想送一颗到中线，对，为自己现在的保险 draw 再增加一枚棋子哦。哇，慢慢的飘，慢慢的飘，三人刷，三人出动 ，OK， 降落在大本营。好，那这样新竹就别无选择了。一定要打到大力一点。好。
那看起来就是要把这一颗破坏掉之外，看可不可以 hit and roll， 然后 roll 在近一点的位置哦，这是很理想。好，要求不要刷，但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碰触到，应该会出对，出去了，outside 直直的出去。好，那这样子新竹的机会就没有了，最后就是看台山他们还有 hammer 的机会，所以他们有机会在这一局一次追3分回来啊。是，对，就是看他待会的这一球了。进了就追平，对，没有进就是至少减少4分，他可以得2分。所以虽然前面3回合都没有开张，但是台山现在打到了非常好的第4局的一个局面，看起来应该是出去了。可惜。但无论如何，靠着这2个粘在蓝圈的黄狐，那台山在这一回合追回了2分哦。他们有刚刚差一点就有一次追3分的机会，不错。但我觉得目前这样看下来，选手们的想法跟转化成实际的战术执行，这个成功率不断的在提升。是，对，这就是他们熟悉场地的一些状态的时候，他们可以再精准的去确认说，这个团队我们今天到底是可能今天我打顺时针或逆时针，或者是左边或者是右边，哪一边比较顺，他们会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式。对。好，因为比赛是8局，所以在4局结束之后，双方会有一个大概5分钟的短休息。那我们待会再回到2014年国家代表队选拔赛的现场，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
好，时间已经进入到下午的5点57分了。正在台北小巨蛋2楼的冰上乐园进行的是中华民国冰石壶协会114年国家代表队选拔赛。选手们在经过了上个6日的红道杯之后，对于这个冰宫的冰况哦，掌握度有，但是因为冰况每天都会随着制冰师的调整哦，会略有不同，所以如何能够快速的适应冰况，就会是能否获胜的关键。两支男子队伍，新竹 Cooling 对上台山队的较量，现在迈入到第5回合第5轮。目前新竹是稍微有1分的优势，是，但非常的少，对，随时都还有变化的可能。好，台山队的第1棒，侯宇乐直接第1颗就送到了大本营里面。也跟观众朋友预告一下，如果您对于这个比赛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欢迎多多帮我们宣传。我们在这个中华民国冰石壶协会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有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收看，并且呢都是有这个聊天室功能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好奇啦，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多多的来参与留言哈，我们的小编都会很乐于跟大家服务。那如果您想这个亲自感受现场的魅力呢，也可以来我们台北小巨蛋2楼的冰上乐园，现场是可以开放这个场边观赛的，对。但建议大家来的时候多加一件外套，其实蛮凉的哈。不要看选手在场上穿短袖，其实现场是蛮凉的，要小心不要感冒。好，这一颗防守的 setting 做得蛮理想。新竹队的第1棒，焦轩宇，哇，没有过，没过。如果投掷的球没有过这条红线的话呢，就是直接被清除掉了，变成是一个无效的投掷。哦，这里喊了一个技术暂停，技术犯规哈。技术暂停应该是技术暂停，对，所以他现在对于好，跟场边裁判确定是有技术犯规。好，确认应该是技术暂停。那现在是先厘清一下刚才发生的状况哈所以其实场上选手如果有任何异议的话，也是可以立刻跟赛会这边做反应。应该是说需要先跟赛道裁判先反映，赛道裁判确定这个抗议是对的，那他就会反映给记录台这边。他应该是还他秒数，但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今天协会是出动了蛮多工作人员的哈，大家一起办比赛不太容易哈，其实要动员的后勤是蛮多的。好，
刚才出现的情况是这个新竹队还没有直出的时候应该是台山队是还没有直出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已经先跑了，所以再做确认。刚好也利用这个短暂的休息时间，4位选手聚集起来讨论一下，战术跟休息一下，恢复一下体力。好，背景有这个给的时间哈，16分13秒跟13分39秒。这样加加减减，双方有大概3分钟的落差对，那个思考时间其实很重要，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在思考怎么打的时候，都是算每一队的思考时间，对，所以大家对于那个时间的分秒必争也是。那个时间如果跑完的话，如果你的赛局还没有结束的话，他会被判直接就判输，直接判输了。是，所以秒数对该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你总不能真思考说我想个2个小时在，对，这就跟这个西洋棋有点像，我们西洋棋也是，对，它是要按对，也是按那个秒数哈，就即便你的这个桌面上的棋子是比较多的，你即便拥有优势，只要你的秒数归零，你就是判输，对，增加这个时间的这枚因素，就会让比赛更多的变化。这球投得非常的用力，碰撞之后先清除掉1颗防守球，因为台山现在在大本营这一颗埋了非常多的防守，在前方埋了2颗，所以新竹先清掉了1颗。但台山队也要继续埋得分球啊。哇，这一球，哇，高水准呢！刚才被清掉之后，他又绕了1颗进来，没错。所以双方现在不断在争这一个点哈，不断的埋防守跟破坏，不断的埋防守跟破坏啊。停的位置很理想，哇哦！台山队一开始手感加温了哈，他们决定不纠结在左方的这条战线，而是力拼赛道。现在一左一右都有1颗有潜在得分能力的球。
那这样子新竹队要做的任务就变多了。原本只要专攻破坏右线就好，现在左线也有一颗威胁。啊，这球带左旋，还是没有办法，可惜哈。如果能够破坏掉又留在大本营的话，那就是非常高水准的一击。但事实上，他把这一颗打掉已经是对，也很不错，有完成他的低标了。对，所以双方，你一开新战线，我马上就破坏掉你的新战线，我就是紧咬在你后面这样子。不过，持续的刷。哇哦！哦，再送一颗进来耶！嗯，张哲伦的手感来了，连续2颗都送到队长要的位置。大家要小心哈，因为这一局 Hammer 是在新竹的队上，用力的投出，看可不可以一石双雕，击中一颗，哇，反弹。对，可惜作用力的关系哈，没有办法往后弹，但是不错。戴玉红持续的在紧咬住台山队，你只要有得分，我就立刻破坏掉。或者是你做了一颗球，我就破坏。对，我就立刻破坏掉。代表他们对于自己的 Hammer 是有一点把握的。右边他们应该是有想到解决的方式了，所以现在不让台山队不断的开新的战线哦。当然，我们待会看一下他们最后一局的 Hammer 场面会是怎么样。如果是像目前这样子，大本营有一颗，前面又有一个防守的话。操作的方式也蛮多的。好，变成了自由防守区的一堵墙。但不要了，对他们不玩左边了，回来继续攻击右边，因为左边的 House 的那一颗视为威胁。好，看这一颗可不可以降落 in the house？ 哇，偏左送出去了哇，这球可惜了，白白浪费了一壶。好，台山现在要精算一下哈。目前大本营是只有他们的一壶，对。希望左右对称，再送一壶到内圈的位置。为自己目前的领先先买一些保险，这样即便左线或右线有被破坏掉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希望能保，对。对。这球非常轻的送出去，目前线路看起来因为有在往左带，应该会变成一个撞击的 kiss 之后 ，kiss 他们会刷后面那一颗，后点那一颗往里面送，动能。差一些，好，那新竹的战术很明显了，就是要走中洞，然后用力的把这一颗破坏掉。对，那这样子又会形成一个空局的状况，不让台山轻松的拿下这一分了。好，志伟出发，这次有办法送进去吗？刚才
打了一个对穿场哦。啊，这球看起来是会撞到 guard 哎。看他前面那一颗，擦到了，擦到前面那一颗。好，那就没有办法破坏掉喽。那我们再恭喜台山队，靠着这一颗隐秘的布局哦，然后前面的防守也都发挥了效果，所以在休息之后回来的第5局是再下1分，所以现在双方3比3平手喽。哇，男子组的赛况是还蛮势均力敌的哈，很焦灼，对，蛮焦灼的，这也是好事啊，代表这几年的推广下来，其实选手们的对还有实力素质也都有在提升，对。要变得越来越靠近。今年的公开男子组一共报名了3队，场上的新竹 Cooling 他们的班底，其实后面现在正在观赛的这个是报的第3队，对，石虎小神童哈，是，对，今天没有办法转播到他们的比赛，但看一下明天他们的赛程还有机会哦。那他们也都很年轻，据说都是这个加拿大的华裔华侨，是。所以刚刚我来准备这个转播的时候，他们有在练啊，沟通都是讲英文。对，没错。也刚好顺便观察一下哈，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这个高纬度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冰雪运动非常的盛行啊。他们的国球就是这个曲棍球 hockey，那当然冰石湖也是世界这个成绩数1数2的强权啊。所以他们刚好这一次借由这个选拔赛的机会回到台湾，然后看一下我们台湾本土的场地啦、本土的选手啦、办比赛的情况，也是一种交流。轻点一下，哇，有，很接近哎，我们待会从这个俯空视角来看一下。好，队长要一个中心位。所以其实冰石湖运动是集结了蛮多运动的影子哈，你看抛出去的时候然后要撞击的部分像保龄球，然后要布置陷阱跟做局的时候又像这个象棋，然后就是有蛮多这个运动，它是一种智慧，然后又是一种团体，对，取其精华一个结合的运动哈。然后撞击的技巧又有一点撞球的感觉在里面，要看他的惯性撞出去的那个。哇，这个手腕有一个推的动作，这球带左旋。应该是又有出现了这个犯规的状况刚才其实新竹队就已经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么这一局就白白浪费掉了。轻轻的削到，现在中线大概有3颗黄弧，右边有1颗红弧。
对，目前的布局量来说，是台生队稍微占优一些。目前这个局面哦，他们能够操作的空间比较大。哦，有这一颗，对，这一颗黄色是有压在大本营的边界，所以这一颗是有效得分的。如果没有被破坏掉的话，当然因为很远，所以其实你可以投出一个轻易超过他的球。对。但至少现在保底是有的。这球慢慢的进来，一次2颗吗？哇哦 ，nice play！ 好，一次进2颗。他等于把刚刚那一颗推进来一点点，然后自己也进来了。没错，而且那一颗隐蔽性很好，它刚好就藏在红球的后面哈。歪了。有成功破坏掉。好，那这次的攻势也蛮理想的，先把这颗隐蔽球给清除掉而且蛮水准的。你看自己的那一颗没有动到，对，精准打击，他精准打击到他想要的位置啊。我们再看一下刚才，哇，就这样轻轻的一带。哇，张哲仁投的也是精准啊，靠着撞击后的这个力道补偿，再把一颗球旋回来。对，所以你拿掉我一颗，我再补一颗，双方就是现在持续都是战术的执行度都很理想。我现在比较危险因为这2颗靠得很近所以新竹是有机会一箭双雕的考验一下戴玉红，也是协会的前秘书长啊，有没有办法一次打2颗？有喂！现在目前确实是红色比较近一点看这个湖面的距离所以很成功。对，戴玉红这一球成功化解了。哇，没有碰到。刚才选择不刷冰对。当然，这也是有经验队长下达的指令。轻轻碰到，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可不可以这个蜻蜓点水式的点一下。理想状态就是把现在在蓝圈的这个再往里面送一点之外。投掷出的这一颗也可以一起进入到大本营，对。那么戴玉红的这一轮真的执行力就太强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成功，看起来还不错哇，右边那颗带得远了。但这一颗看起来也是比黄的更里面红色那一颗目前是对进圈的。比例更多是，而且这颗很外围耶。比赛里比较少看到选手直接对于角度这么大的球做直线的进攻，所以我们在讨论，看是要直接做进攻，还是急黄色那一颗再去发生一个碰撞。
因为你角度要投到这么偏，相对的那个 curve 回转的 curve 的角度要更是大哦。飞碟球不好投啊！哇，需要田一教练要自己来执行，他也跟2位刷边手交代啊，他要投到7号的位置哈。来，高难度的一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完成度怎么样。往前送，速度蛮快，但是冰壶的带旋度没有很高，现在还在往右偏啊，其实往左偏，抱歉，往左啊，没有办法削到。确实，这种大角度要直接进攻，不好进攻。马上跟副队长做一下讨论哈，看待会还有一直怎么来做修正。哦，不要刷呢，选择不刷，因为他的这一边的球速似乎看起来比较快一点，或者是他们在最后的时候才决定。哇，太用力了，送出去了。想落点一个在右后方哈，来增加自己的保底分，但是送的比较远。那目前大本营的2颗就是在左边了，就只要体力教练他把他送到，对，他就抢回得分了，对。是所以他们决定不去纠结右边的那2颗了，直接往里面送。因为只要有更近的球出现了，那远端的就无所谓了。好，这一球稍微带一点，没有刷的很多。啊，这一球的路径哦，稍微偏左了一些，没有办法直达大本营，先被这个守卫球给挡下来了。好，那对于新竹来说，毫无疑问就是要抢分的机会了，因为现在大本营他们的红湖是更近一点的，所以再投一颗更近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一回合一次拿走2分。好，开始刷，用力刷。哎呦，不错，不错，有进去吗？有进去，但是够远吗？可能没有进去。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啊，没有进去，那这样就会只有这1分哈，但也不错啦，也是有1分的保底，加到了新竹队的手上。是，好，回顾刚才这一局的一些精彩画面哈。包含双方一开始在右边这边不断的进攻跟防守都是集中在右边，还有这一个，这一个对，险些完成 double take out 哈，也是蛮精彩的。场上除了我们主要的比赛第一赛道之外，其实还有另外3条赛道要同时进行才可以消化掉这2天
这么多队伍的赛程，因为其实8局打下来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哈。好，比数4比3，双方的倒数第2局、第7局即将展开。台山队拥有 Hammer 的后手。好，过线之后停下来。新竹第一棒阿娇，她的第2局，看起来还是有点动能不足哈。过线之后，应该还是会形成一个门前守卫，守在中线偏左一点的位置。台山队这边队长要了一个2球中间通道直达大本营的一个要求，但送出去之后路线带左旋一点，所以他可能要做去 kiss， 插过了，还是有机会，哇，没有飘到大本营面，不过更靠近了一些，哇，现在能够进大本营的路线越来越少了哈。只有双方比较靠内侧的这个黄湖跟红湖之间稍微有一点角度，但那个角度进来的话要带一点左旋。哎呦，穿越了2湖之间，再补一个。现在红湖呈现了一个三角形的防御攻势哦。哇，这局双方打得很防守哦，全部都在前点的布局，对，先把防守先锁起来。是，那这样等一下就很考验打 kiss 的技巧了呢。可能碰撞球就会是这一局决胜负的分水岭。哇，真的哎，双方是各玩各的哈，都在自己的一左一右，对，壁垒分明哦，各自埋了这个3颗的防守石。他们想要怎么操作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才可以理解选手的想法。这2天除了欣赏比赛如果观众朋友对冰石湖运动感兴趣的话呢，也有一些影视作品来介绍给您，包含在这个2002年有出过一部以冰石湖运动为主题的加拿大浪漫喜剧电影，叫做《拿扫把的男人》哦，也是蛮这个
写实表达这个刷冰手的角色哈。然后另外一部也在去年才上映，叫做《Kerr Power》，是讲述一支年轻的冰壶队他们要挑战加拿大青少年冰壶锦标赛的纪录片。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影视作品，更了解一项运动背后的文化，还有选手会面临的一些挑战他们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过程。好 ，kiss 球来，撞了2颗。现在分成2个集团左方集团有3红1黄，右边集团是3黄，所以场上目前有7颗壶都在做布局双方后面还有4壶的操作空间，所以第7回合的较量。最极端的理想状况就是有一队可以带走4分。他有可能是要打开想打开局面，对，撞应该是够远，对，好，1换1，有点难，对于体力教练下达的要求台山队的第3棒张哲伦选手觉得有一点难可能不是他比较擅长的路线，所以双方沟通之后再来做一个折中。因为门口挡太多颗了。对，这球带旋的角度很大他让他 curve 进去，对，想 curve 进去，但是往外旋了，对，洗钩了，最后是一颗洗钩球。确实，我可以理解那个难度很高的表达是什么想做一个绕回来的，哇，这确实是，真是有点难。对。OK， 我们通常这个刷冰手的这个刷冰的杆子前方的这个橘色面的材质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材质？这个是其实在那个国际赛事上面，它是有指定的认证单位跟刷子的材质。对，材质只是我好奇说，这个东西的使用年限可以用很久吗？没有很久。冰刷布的部分它大概是在国外的话，它其实有可能有些选手他是可能1场或2场，他可能就要换，就要更换了。对，因为如果他已经被你磨掉，他的已经变光滑面的时候，你再刷的时候就不好了。对。所以可能冰石壶运动这个消耗最大的东西就是这个部件了。是。还有一个是鞋子。鞋子的那个垫片，对，那个是铁氟龙的。那个耗损也很快所以通常选手下场后，他就会换自己的鞋。是。对，那在场上的时候会有因为铁氟龙很滑，所以我们会在下面再加一个那个鞋垫，一个胶鞋套保护。对。那个铁氟龙的垫片，这样一组大概要多少钱？一组应该是要100-200，就是看鞋。对，
垫片的厚度，厚度它可能有分，在赛事里面的规定，它本来就有比较薄一点或者是厚一点。对，那大概约应该是在100多块。哦，那还 OK。对。比起壶的价格。但是因为后来的也是因为越打越多的时候，其实变成会有选手习惯穿自己的鞋，然后去粘那个垫片，中间用魔鬼毡。那早期的冰壶鞋就是冰壶鞋下面直接粘垫片。对，就你买来你就只能用在这个冰场上。是。那自己改造的话，它就是虽然也是只能用在冰场上啦，还是有人会把它当做一般鞋子。不会嘛，就专门用嘛。对，但是就是说，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穿运动鞋的舒适度，对，比较习惯，所以他们会反过来是变成拿自己舒适的鞋去改造，但是底面会是要比较平一点点，然后再去改造成冰壶鞋。了解。是。好，现在的局势需要比较长的思考，因为在自由防守区累积了蛮多颗防守壶的，而在大本营目前是新竹队有1颗得分壶藏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好，刚才也看到田力教练的这个动作，他就是把这个刚才我们庄老师说的这个鞋套给拔掉。只留在这个脚下的白色垫片。哦呦！哇哦！刚才第2棒的陈汉在刷冰的时候跌了一下，但这一球的结果还不错，蛮理想的。队长问他一下有没有事，他没事。他以前在土城的这个冰场工作，所以在冰上讨生活已经讨了蛮久的。他也打 hockey， 对，他也是这个打 hockey 出身的，所以。一点小碰撞应该没问题，只是刚才叠的那个声音蛮吓人的，扣了一声。应该还有一个是那个冰杆，它有压到冰杆的压到的声音。对。好，新竹队的最后一直，目前看起来动能是有点不足，并且带左旋，应该会。哇，停留在防守的位置也不错。这样就可以保护后面那一颗你看多密集啊！其实前方的路全部都被塞得满的。哪里还有一颗在里面？对，就是这一颗啊，所以。刚才新竹就想要保护这一颗，哇，你看前面全部都是，第一层是红色的3颗防线，到了第2层有2颗的黄湖防线，哇，这边是要打一个 power play 的一个仙女散花吗？冲球，撞球，开球就冲球，直接全部这样，哇！那这会是火星撞地球的一集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转播到最暴力的一球会不会出现？看起来力道是很柔的耶，这样它的推进力够吗？我们看一下，有跳过去，切完之后往里带，但是被干扰到了角度，而且这样子会不会再多加1分？哇，另类的助攻，另类助攻帮这个新竹队再加了1分，哇，好开心！兵不血刃，多拿1分哇，那这样就要进入到决胜局喽。是，
这样我们刚才5局打完，双方的分差现在又扩大了。对，现在因为第6局新竹又拿了1分，然后刚才结束的第7局又拿了2分，所以他们现在又是3分的领先在手了。是，当然有1分是多赚的啦，因为刚才这个对台山队的最后一集不小心把新竹的壶给削进去了，对，送进到了大本营。但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讲，也是这一回合他们的 setting 确实是很成功。是。当然，因为这一届这个公开男子组有3队，所以他们要先打一个预赛。今天是预赛，然后到了明天才会来决定。是，对，所以都还有机会。好，关键的决胜第8局，台山队握有 Hammer。只是说这一局他们至少也要得3分，才可以再把局势拖进到延长战线，难度比较高。差一些差大概几公分。不过他们可能一开始通常也不会是第一把它送进去，直接送到有可能就会在大本营前面，对，然后经过后面的碰撞，它就大概进去这样子，是最理想的状态。好，这颗投掷送到左边，这样双方一左一右把战线打得比较远一点。刹车力道够吗？刹车皮还够吗？看起来是，哎呦，停在线前呢。对，但是效果不大。对，因为也在圈外，而且因为已经是后方了，只有很极端的状况才可以使用得到。刚好打到一个很软的球，刚好经过了他帮你顶住。很激动，不要求不要刷因为队长判断现在的滑行速度跟轨迹是理想的，不要去影响到这一球的命运。下来沟通一下，毕竟这是团队运动4个人的默契啊很重要。哎呦，送的位置也很好呢，一样送在了这个圈相当近的位置，都有机会之后靠着这个 kiss 的碰撞成为有潜力的得分球。这一局稍微有点复制上一局的局势，双方前面都先做一些防守，先把防守球堆起来。也不要刷，一样要求不刷，因为觉得速度够了，怕刷了之后可能就滑出去了。应该会轻轻的擦到这一颗，没错，然后再把自己的撞击很理想，对。不过这一局因为进入到第8局，然后差分是3分的时候，当然一队会比较积极，一队大概比较偏保守。是，所以看得出来，现在新竹就是在做局防守，但是现在率先进入到大本营的反而是他们，所以在这样自信上这个就会
非常的沉稳，对，比较安心啊，有一个保底路带，至少在用力刷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哇，漂亮！这一球也是直送。我们大家看一下俯视视角，稍微比红圈外围一点点，对，但是因为非常甜的位置，都可能可以透过这个依次碰撞，再往里面深入。好，这球应该是要对刚才那颗黄色做一个破坏。好，直接把它送走。林承翰选手也是在2018年初次接触到冰石湖运动，刚刚有提到他以前是打 hockey 冰上曲棍球出身的，然后2018年其实算到现在也蛮久了，但是他说18年刚接触的时候只是体验为主，并没有很认真，认真也是大概这3-4年才开始。那现在他的职业也是跟这个溜冰滑轮相关的教练。对。戴玉红选手也是，他们夫妻俩都很投入在这个对冰石湖运动哦。他的太太也是在今天的另外一个赛道，现在他对正在比赛。冰上小女子的成员欧静，对欧静选手是。哇，把红色的又往里面推了哈。所以对于台山来说，毫无疑问就是要先把这一颗得分球破坏掉。好，稍微带一点，不刷太多。打到了，但哎呦，不错呢。我们刚刚说那颗废物球，你看发挥作用了，他就是把它挡下之后，留在了圈内。哇！所以待会如果里面畅空的话，那台山队现在是有2分的潜力呢。你看刚刚后面停的这一颗，所以那一颗其实有的是关键。是，发挥作用了。哇！这颗又快又猛了，把它对，还要打中线，直接把它打掉，然后不错，打掉之后看一下它的定点有没有，没有在前方，但是战术是非常的漂亮。如果这一颗打定没有停的那么干脆，再往里带一点点哦，甚至就可以把后面那颗底线的黄色球的得分立场给威胁掉了。好，双方现在都要针对中间这一颗持续的做攻势哦。持续在这个中线点上做交换。好，又是一颗打定，看一下有没有再更进一步。应该没有，应该也没有。应该在耗10万年，应该感觉更远了。这个角度已经带不到了。是，哇，不断的在这一点上面做定杆的交换呢。但很理想啊，因为台山现在的即便拿了1分，对于他们现在落后也是、对追不上哦，所以对于新竹来说，就是要破坏掉台山队这边可以在这一局拿掉3分的可能性。对，这样他们就胜券在握了。是。
所以其实这一局他们不用想着得分，他们只要做好破坏的工作就可以了。把他们可以得到的机会都把它打掉。嗯。好的，这一颗就 peel 掉，清除敌我双方的2弧都清除掉。但其实台山还有2球啊，所以3分也不是不可能哦。只要送到够刁钻的位置的话，还是有可能的哦。这是真的啊，因为他们现在底角的那一颗还持续在埋伏。好，看起来持续有动能，有哦，有进得去，哇，进得去，进得去，进得去且留得住，哇哦！哇，这一颗场边都响起了掌声哦，直接送到了红圈。田一教练投出了精彩的一球之后，也稍微释放一下压力。对，那新竹就要破坏掉了，只要这颗能够顺利的破坏掉，他们跟台山队的初交手就可以胜券在握。是，一定要打到，没错，一定要打到。如果做了一个对穿场，哇，那就很难，那就真的台山就有机会，就有机会打回来追到平手。想跟庄老师请教，如果双方真的形成6-6平手，我们的加赛是怎么来进行？我们加赛的话，就会是再打一局，再打一局，就是打到直接有胜负。OK， 是。看起来是有机会打不到哦，因为被前方给阻挡到，然后这一球滚的也这个就不好说了，有机会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可能黄色比较前面，对，还是黄色比较前面。但这样子的局就把那个给排除掉了，对，他就把远端那颗给排除掉了，所以又增加了变数。除非待会是把红色打掉，然后黄色停在里面，这样子这一局就有3分。哦，可以哇！这个局做的真的是很考验这个冰石湖之神的剧本啊，是有机会的。来，我们待会这个台山队关键的一球，但是因为他们在中心线这边很多障碍啊，停了一颗非常多障碍，红色，所以他要假设他是要打那一颗红色，是真的有一点难。他可能要绕左进来之外，但是他绕进来，如果绕左边进来打的时候，斜线的切线出去的时候，有可能会把他自己的也带掉，没错，黄色带掉。哇，这真的是增加了很多难度，跟学一样，难度。好，我们来看关键的台山队一球，他们可能叫团队暂停。来，大家来参详一下哈。有时候有想法，但是你能不能丢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哈。我们说这个3分球 logo shot 也不是天天都能投进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个难度我觉得已经比 logo shot 更难，它可能是要你在这个自家的篮筐下的那种程度了，就可能几百球才会出1球的这种程度。旁边的场次也刚结束哈。是。我发现其实这个石湖的颜色还蛮多的，黄黄绿绿都有。但我们比赛主要是以红黄为主哈。红黄，然后蓝绿。红黄蓝绿都有。是 OK。对比色比较强烈。对，没有错。好，看来应该是有想法了哈。
要做一个大胆的尝试，所以确实是要绕右，然后做一个 curve 往左旋，看回把那一颗中心点的红弧给旋掉之外，黄色也留在里面。好，那就是 hit and roll， 关键的 hit and roll。OK， 看起来是往右方在带，炫度不够。好，炫度不够啊，确实是比较难。好，那这样子最后的获胜呢，还是台山队啦，但是因为有这颗红色的关系，所以他们最后是这一场是新竹吧？我刚刚看这个角度，那个台山这一局是台山1分，对，这一局是台山获胜，对，但整体的比数来说，还是新竹队获胜这样子。哇，不过确实双方在最后的第7局跟第8局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布局也好，还是对战术的执行力也好，真的还蛮精彩的哈。前面大家可能会对于场地的熟悉，还有球路的一个变化，其实可能还是再熟悉一下。对。那到了下半场的话，第一个是冰面已经滑过了之后，它的就是它的流畅度可能速度也会加快，然后也会比较快速。好，那我再想跟庄老师请教一下，看完了这一场这个台山男组跟新竹队的较量，4位选手，总共8位选手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哪一个 play？ 其实每一球都是精彩好球，每一球都是精彩好球，尤其是他在做球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刚刚有一个是double 不到 take out， 但是基本上他把它冲开之后，他的那个局就已经稳住了。对，是，确实，我们刚刚是埋下这个可以一局得3分的这个悬念，确实让大家提心吊胆，然后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那这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这个冰石湖势均力敌的较量。好，那也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在这一场男子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在表定的8点钟，晚间8点钟，我们会再带来今天转播的最后一场赛事，是这个台中冰湖队对上台山队的混双较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用个晚餐，待会在晚间8点钟，我跟庄老师再持续为大家在转播台带来我们今天最后一场比赛的讲解。那我们待会见。